炼金术与突变。一、两性和谐，冲突消融，诞生新的突变。普说，我正在考虑，是否需要讨论一下古印度人对于炼金术和突变的态度，以及炼金术的发现，是否与你所讲的事情有任何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佛教思想的伟大倡导者之一龙树，自己本身就是一名炼金大师。印度炼金术的探究，与其说是针对把基础金属变成金子，倒不如说是对某种精神、物理学与化学过程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突变，身体和心灵可以幸免于时间的破坏和腐败的过程。其探究的领域包括呼吸的技巧使用，在实验室炼制出的仙丹灵药，水银在丹药中起到重要作用，以及引发意识爆炸的诱因。这三者的共同作用，导致身体和心灵的一次突变。炼金术是实用的象征，始于相关的。水银是温婆神的种子，云母是女神的种子。两者不仅仅在实验室、干锅类的物理层面，也在意识层面上相结合，就会引发突变。这是一种没有时间过程和老化过程的状态，一种与两个组成部分都不相关，却被它们的共同作用所激发出的突变状态。这些与你所讲的事情有任何相关之处吗？可说，你问的是在时间之外的意识状态。普说，从每个人身上你都可以看到男性和女性的因素在起作用。炼金术士看到了结合和平衡的需要，这样做是正确的吗？可说，我认为人可以从自身观察到这一点。我经常看到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男性和女性因素，他们或许处于完美的平衡状态，或是处于不平衡状态。当男性和女性因素完全平衡时，那么这个物质生命体就不会生病，也许会存在表面的些微不适，但是与内在深处不存在摧毁生命体的疾病。这可能就是古人寻求的东西。通过水银和母来代表男性和女性，通过冥想，通过探索也通，也许通过某种药物形式，他们试图达到这种完美的平衡。人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体内男性和女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如果其中一种或另一种因素被放大，不平衡会导致疾病，不是表面的不适，而是深度的疾病。我注意到处于不同的情形和环境中的自己，与进攻性强而又暴力的另一种人在一起时，我内心的女性因素就起主导作用，显得更加突出。男性通常用这种女性因素的突出来维护自己，但是当一个人周围的女性因素非常多的时候，男性则不会具有进攻性，而是选择没有抵抗的撤退。苏说，什么是男性因素和女性因素？可说，一般来说，男性是有进攻性的暴力的专属主宰的，而女性则是安静的。这点被认为是顺从，并被男人所利用，但被认为是女性特质的顺从，实际上是温柔。它逐渐征服了男性。当男性和女性处于完全和谐之中时，两者的特性就改变了，就不再是男性和女性，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相对于我们认为什么是男性和女性而言，男性和女性作为阴阳两极，是因为他们的本质是二元性的。然而完全的平衡，两者的和谐则具备一种不同的品质，如同地球的品质一样，万物生长于其上，却又不属于它。我经常注意到这种运作，
当整颗心从物理环境中撤离，仿佛非常遥远，这并非空间或时间，而是一种任何事物都无法触及的状态。这种状态既非空想，也非彻底，而是一种内在的绝对的不存在。当这种完美的和谐发生时，因为不存在冲突，它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它并没有摧毁其他因素。冲突并不只存在于外部，同时也存在于内部。当冲突完全终结的时候，就诞生了不随时间所动的突变。二，人应该更新成为智慧的容器。普说，炼金术士把这个过程称作慎重的诞生。圣童的诞生磨砺孩童，他是永远都不会变老的，完全保持天真。可说这非常有趣，但是炼金术已经与诸多骗人的洗法成为同义词。普说那是炼金术士们，被视为掌握精华所在的大师们坚持认为，他们所描述的事情是他们亲眼所见，他们所记录的事情并不是道听途说或来自师长的讲述。另一个因素是兴趣在炼金术中，大量的注意力被放在了工具和器皿上。制金学就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其中一个容器或者器具被看作是子宫容器，这是炼金术的一个关键词语。那么，存在为孕育心灵的子宫做准备这回事吗？可说，你使用准备这个词的时候，就意味着这是一段有时间参与的过程。普说，炼金术士也同样注意到，在突变点在水银固定点在无限诞生时，时间并没有参与其中。可说，不要用准备这个词，让我们这么说，是否存在一种必须的状态，背景和容器能够容纳这些？我会说没有，因为当他们那些当时据称有眼通能力的人们找到孩童时期的克里希那穆提时，发现他没有自私的特征，因此觉得他值得成为容器。而我认为那种特征是始终都存在着。诉说可能是那样吧，但是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又将如何？这是不是一种仅仅赋予极少数人千年或更多年才出现的一个人的特权？还是它能发生在关注这一切，投身于这一切，并且真正严肃对待这个质询的人们身上？可说，某种特征的身体因素和心理状态是必须的，身体必须敏感。当吸烟、喝酒、吃肉的时候，身体就不会敏感。这种身体的敏感必须得以保持，这是绝对重要的。传统上说，这样的身体一般是逗留在一处由弟子和家庭供养起来的场所，这样的身体没有受惊或暴露。那么对这一切非常认真，又经受住了日常的苦行考验的人，就能保持身体的高度敏感吗？同样，另一方面，被经验所伤的心，能否抛开所有的伤痛和痕迹，并进行自我更新，因而产生一种没有伤害的状态？这两个方面很重要，身体的敏感性和心智，这两者都没有伤痕。我认为这点能够被任何真正认真的人实现。你看，子宫随时准备着孕育，它能自我更新。普说，像土地一样，子宫具有自我更新的内在品质。可说，我认为头脑也完全具备这种品质。当土地未被利用，子宫空置，头脑没有任何运动的时候，更新就发生了。当头脑完全放空，它就像子宫纯洁的准备更新受孕。普说，然后这就成了容器，成了器具。可说，是的，这就是容器。但是当你使用容器一词时，你必须要非常小心。头脑的这种内在品质
可以被称作永恒的年轻。普说，就像圣童知道那样。3是什么使心灵变老？可说，那么是什么使得心灵变老？很显然是自我的活动使得心灵变老。普说，我会耗损细胞吗？可说，子宫随时准备受孕，随时净化自身是它的特征。但是被自我负累和损耗的头脑，没有空间去进行自我更新。当自我被其自身和它的活动所占据，头脑就没有空间进行自我更新。因此，空间是必须的，无论是身体的空间还是精神的空间。这些与炼金术相符合吗？普说，他们使用的语言不同。他们讲通过结合实现突变。可说，这一切都意味着努力。普说，如何知道这一点呢？可说，如果它包含着任何形式的过程和成就，那么它就意味着努力。